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西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和大家聊聊苹果推出的最新的机型 iPhone 16E。那我把这个 iPhone 16E 呢放在众多的手机当中，我相信大家可能一眼都找不到哪一款是 iPhone 16E。可以说啊，这些年苹果的这个手机呢，它是从尺寸上是越做越大，然后摄像头上呢是越做越多。那在我看来呢 ，iPhone 16E 呢，在2025年的今天呢，它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啊，因为呢，它不像 SE 那样走低端的路线，也不像 iPhone Pro 那样价格飙升、豪华配置。但是 iPhone 16E 呢，我觉得就是苹果为大多数人量身定做的一台够用型的 iPhone。虽然它呢没有钛金属的机身，也没有灵动岛，也没有3个摄像头，但是它有 A18 的芯片，有最新的 C1 调制解调器，同时呢，它的主摄像头呢是有4800万的像素。那它的价格呢仅仅599美元，那比起 iPhone Pro 系列呢，真的就是便宜很多，并且呢，它在重量上呢也更轻。那所以呢，我觉得 iPhone 16E 呢就是那个不多不少、恰到好处的选择。那在我用了几天之后呢，我得出的结论呢，就是它是一部非常好的手机，但是它不适合我。不过呢，它又很可能适合你哦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，我很喜欢平常拍照片呐、拍视频呐，偶尔会在手机上剪辑视频，那也会跑一些 AI 的应用，而且呢，更多的时候呢，我也很喜欢刷社交媒体或者追剧。我追剧的时间呢就非常的长，可能长达几个小时，真的是就是经常手机在手上的那种。那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呢，我觉得它也有很多存在的惊艳的点啊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这期视频呢，我就要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这款手机 iPhone 16E。那我觉得它呢，也算是在 iPhone 的历史进程中算是一个全新的突破了。那首先呢，让我们先说一下这款手机的外观。它拿在我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哦，好轻巧啊，因为它整体机身呢仅有167克，而且它的尺寸呢也相对比较小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iPhone 14 Pro Max， 这个能看出来啊，它俩这个从重量上和尺寸上真的就是完全是两个手感啊。那这个比较小巧呢，就单手握持呢就非常的方便，也不太担心它会滑落，所以就不用担心在追剧的时候一不小心砸到脸上，即便砸下来也真的是很轻啊。那因为 iPhone 16E 呢，它采用的是航空级的铝金属的边框，而 Pro 系列呢采用的就是钛金属。那钛金属呢会比铝金属呢要重很多。那当然了，这个钛金属肯定是在坚硬程度上会更好一些。